高达 UC 后期的机体为什么要小型化？从 UC0079 18米高的元祖高达，到 UC0093 22米高的牛高达，再到 UC105年28米高的科西高达 ，UC 系的机体在不断的体积恐龙化，而到了 UC0123年的 F91高达，机体高度却来到了15米。很多朋友好奇为啥 UC 宇宙要突然搞机体小型化？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聊聊这个话题吧。首先要说说联邦为什么希望机体小型化，这个其实牵扯到 UC 100年以后的战争局势了。我们知道当阿纳海姆做大做强以后，就不断的在暗中资助吉翁残党、新吉翁残党以及马夫蒂这些反联邦组织，其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军火生意能够延续。可就算是一直有阿纳海姆的资助，战争的规模也是在不断的减小的。就拿1年战争来说可能很多人以为 MS 这种是很高科技的产物，生产1台都应该很困难吧？但实际上就光在1年战争期间，联邦就生产了4000多台 MS， 而吉翁呢也生产了3000多台 MS， 这还只是 MS 的数量而且是1年间生产的数量。对比一下，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全球5代机搞了这么多年，差不多也才1400架左右，可见 UC 宇宙的生产力水平是有多么恐怖了。随后经历0083、0087、0088、0093、0096这几个关键战争节点以后，反联邦势力已经呈现出不断缩小的态势，而那成千上万的现役 MS， 光维护成本就成了一笔相当恐怖的开销。就这，阿纳海姆还一边给马夫蒂生产梅萨，一边给联邦生产古斯塔夫卡尔，希望通过5代机的量产，全面取代旧时代的机体，让业绩创新高。可当时联邦现役的 MS 是个什么状况呢？看看这抽象的机枪拮钢吧，这武装直升机都能完成的任务，都要派 MS 来执行。联邦格纳库到底堆积了多少 MS， 那根本不敢想而阿纳海姆生产的巨型5代机，又主打一个皮儿厚、馅儿大、成本高，这算盘打的都直接崩联邦脸上了。联邦也不傻随后便拍马启动自家的小体积任务化 MS 线。最为大家熟知的代表机体，那就是 F90与 F91了。更小的体积带来的是成本大幅度下降，模块化的组件代表着简易换装下的高泛用性，还摆脱了阿纳海姆这中间商赚差价，那真的是性价比十足那么上面的大人物有把 MS 小型化的意愿，技术上又是否能支持呢？拿最核心的技术米沃夫斯基反应炉，也就是 MS 的核动力炉来说吧，在 UC 100年后的技术路线中，反应炉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新型的反应炉储存了核聚变前的氦3等燃料，并用爱立场形成输送通道，使原料可以直接在反应堆中进行融合，极大增加出力的同时，反应堆的体积也可以大大减小。这一加一减之间，也就给 MS 带来了相当大的减重空间。与反应炉一起减小的还有米氏粒子悬浮装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米漂。早期 UC 宇宙的战舰都是靠米漂来实现大气层内的空中飞行的，具体原理呢，我在之前的视频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战争期间，无论是联邦还是吉翁，都在不断的尝试把米漂系统小型化。像08M 小队中的大馒头阿普萨拉斯，就是对米漂小型化的一个尝试，只不过体积依然很大就是了。再来说说科西，它的体积之所以如此之大，反而是因为当时的米漂系统初步完成了小型化，又没有那么小型的时候时装到了科西身上，所以才使他不得已搞了一个28米的高度。这里顺带提一嘴后来设定中科西是米氏粒子飞行系统，其实米漂和米飞原理差不多。设定上来说呢，米飞的优点主要就是可以抛弃5代机的大型装备，搭配米氏粒子控制器，就可以实现 MS 的巡航飞行了。时间往后推一推，据某位监督说F91中所有的 MS 都搭载了小型化后的米漂，而 V 时期米飞也是中高端机体的标配了，而他们的身高呢，普遍都是15米左右，对比科西那一代那真是小很多的。除了动力炉和飞行装置方面的小型化，武器的发展更是重中之重。没错，说的就是 VSBR。在 UC 100年左右的战争中，随着爱立场和光束盾技术的不断完善，很多大型机和 MA 的生存条件都获得了极大的保障。一般光束武器对爱立场和光束盾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为了能够突破防线，像大型火箭弹这样的实弹武器就成了很多 MS 必不可缺的装备。因为无论是火箭弹的碎片攻击还是震荡伤害，都是能相当高效的拆除爱立场生成装置的，之后就能够使用光束武器进行有效的杀伤了。而 VSBR 的诞生改变了这一攻守的平衡，它可以发射高穿透力的光束，一击就贯穿爱立场与光束盾。从此大型 MS 与 MA 在战场上就成了活靶子般的存在。相对来说呢，体积更小、灵活性更高的小型机在战场上的生存性能会更好一些。再来说说战场需求在1年战争那会儿，往往一支部队前脚还要在地球上驻守呢，后脚就被调到宇宙上反击了。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泛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呢，后边很多 MS 的发展都是往全地形、全应对状况发展。
在这种堆料设计的理念下 ，MS 体积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到了 UC 100年初期，联邦所面对的反政府势力实际上在战争规模上是越来越小的，联邦的一些局部部队就能够完成镇压的任务。比如逆袭的夏亚中，看起来总帅好像是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让联邦吃了不少鳖。实际上真正跟总帅交手的，也就是以铃铛队为主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总帅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不然也不会获得这么大的战果。再加上 F90期间对 MS 任务模块化的试验，使得 MS 可以通过外挂不同的装备，就可以提高不同任务的适应性。地方部队的机体也越来越克制化，突出小而精，而不是大而全了。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大型的 MS 不好出模型盒子大，仓储压力大不说，对模型的关节把持力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再加上日本那边很多年轻人的住宅面积比较小，大型机从收藏的角度来讲也不讨好，所以机体小型化更是大势所趋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说高达 UC 只能不断拍平行宇宙了？为什么不把0079或者是 Zeta 重置？为什么不再拍一些像008500980102这种空白时间线的故事了？每天直播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答案都是一个，那就是 UC 宇宙的故事线、科技水平，甚至是机设都被早早的锁死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 UC 宇宙没有手机。这时肯定有人说了没有手机很正常因为 UC 宇宙有米氏粒子呀，信号都没了还发明啥手机？其实不然，在 UC 宇宙中非战区的米氏粒子浓度是没有那么高的，虽然对信号是有一定的干扰，但只要多修点基站还是问题不大的。而且UC 宇宙的远程信号传输技术也是相当强大的，比如主角在非战区进行战舰周边探索时，是可以与战舰很方便的通信的。这种巡逻距离往往是比咱们现在这些基站覆盖范围是要大不少的。所以说在 UC 宇宙中，只要是非战区，远程通信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 UC 里边没有手机呢？相信很多朋友猜到了因为高达 UC 宇宙的创作巅峰期刚好与手机这个科技树失之交臂。最早的手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传说中的于1973年问世的移动电话。而元祖高达的问世呢，是在1979年，甚至在当年日本还开放了世界上第一个蜂窝移动电话网。乍一看好像并不是因为拍高达时手机还没有诞生，所以呢才没有把手机拍进去的。可实际上呢，移动电话刚诞生时，相关的配套设施几乎没有，再加上其超高的售价，在民间基本上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商用手机是在1985年诞生的，重达3公斤的大哥大。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瘦身，在1991年时才出现了重量约半斤左右的手机。而真正意义上的手机小型化是1995年的摩托罗拉8900，自此手机才慢慢的走进寻常百姓家。咱们再来对比一下时间线从1979年的 UC0079 一直到1993年播出的 UC0153 高达 V， 对应的正是移动电话诞生到大哥大试水以及后续瘦身的整个时期。而当手机走进千家万户时，高达已经开始拍平成3部曲去了。所以在制作 UC 纪元期间，制作组就没有想到过手机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革。毕竟人类只能想象自己见过的东西，哪怕是 UFO 外星人，也是人类根据自己已知的事物想象出来的。那么问题来了，UC 宇宙从0079发展到0153年都没有出现过手机，你后续新拍插叙内容时又怎么能把手机拍进去呢？要知道UC 0123年的 F91中遇到紧急事件时，人们还是要使用公用电话亭的。回头你拍一个0098的故事，当遇到天灾人祸时，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拿出手机拍段子，这得多违和呀！再举一个比较细节的例子UC 0153年的高达 V 中，舰长的小电话还是有线的，而 UC 0096的独角兽中呢，舰长的小电话却是无绳的。科技树倒退是吧？知道为啥0083星辰回忆录和0096独角兽会被人说成是黑历史吗？首先是他们的战争科技就很违和，比如逆天的 GP 系列放到0087 Zeta 宇宙中都是尖端机的存在，更别提绿螳螂和大冰箱这样划时代的科技树了。而在独角兽中被吹上天的精神感应骨架设定集中更是直接扔下一句 UC 宇宙中的科学家们至今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精神感应框架会发出不同的颜色。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制作组懒得编了他们为了卖模型搞这么多颜色，而我们做设定的要考虑的可就多了但咋圆都圆不回来，干脆不圆了。还有像独角兽的马格南步枪，经常有人好奇到底是0096的马格南强还是0123的 VSBR 强？其实不管到底谁强能让这两个相差近30年的武器拿来做对比，就已经让人觉得很奇怪了。这还是科技树高速发展的 UC 宇宙
所以到最后呢，无论是0083还是独角兽，结尾啊都整一个这是黑历史，科技被封存了就草草了事儿。除了战争科技啊，一些常见的科技树也会有别扭的地方。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独角兽中出现的柔性屏，轻薄的像纸一样，但显示的内容啊却是电子的。可与此同时啊，独角兽中出现的各种类似于便携电脑的设备，却跟 UC 100年后的作品中是一样的，是那种看起来就很笨重的设备。这个其实就是制作组的小心思了，知道 UC 宇宙后面的故事拍完了，里面的便携设备也就那样，咱们拍前传啊，在这些设备上只能做妥协，顶多屏幕高清点 ，UI 设计新潮一点，但大家看的资料纸可就不一样了。虽然 UC 100年后大家还是拿着纸来开会，但我们可以说那其实也是柔性屏，甚至可以说啊 UC 未来的所有纸张都是柔性屏，那都没问题。这就是制作组在众多陈旧的设定中硬加高科技狠活的唯一途径。这咱们还只是说科技啊，都不用说剧情大体发展方向，因为 UC 100年后的故事都已经固定了呀，所以你前面再怎么拍，观众都知道，嘿，万代又拍了一个注定不能迎来和平的故事了。这一点对写故事的人来说呀，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制约的。就像有的人总说啊，要是没有0083的故事，提坦斯都诞生不了。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拍0083时呢，正因为知道0087会讲提坦斯的故事，所以啊才会在0083中提及提坦斯控制联邦的预兆，包括很多外传作品都是这样的，不过是根据正传剧情中的空白来填写剧情罢了。换句话说啊，人家写正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所以说呀，看外传千万别认真去思考什么，哎呀，这里是不是跟正传有冲突啊啥的，你就当看个乐呵就行了。别人讨论正传时呢，也别老抖机灵提那些外传的事儿，它就是个添头而已。最后啊，再来说说为什么别盼着0079重置，能出平行宇宙就不错了。很多人都说好想看0079啊、Zeta 啊那些故事，可惜画面太老，实在看不下去。不可否认啊，0079、Zeta， 甚至于很多人都不太爱看的 ZZ 故事，拿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精彩的。但我认为，反而恰恰是因为它有着古朴的画质，让我用那个时代的看番思维来看，才觉得有意思。如果换成是高清画面，原封不动的把故事翻拍，除了能满足极个别高达粉的考古需求，对于更大范围的动画市场来说啊，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万代也是不可能做这种一眼看过去就必亏的项目的。相对来说呢，故事框架相似，可以融入大量修改空间的平行宇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科技树冲突了，因为那是平行宇宙啊；人物性格变了，因为那是平行宇宙啊；战争走向变了，因为那是平行宇宙啊。一个平行宇宙就可以让原本邪恶的飞船变成看起来正常的军舰内部，可以让100多年都用不上手机的 UC 老百姓用上翻盖手机，让原先很多圆不上的鸡舍变得科学合理的多。只有这样，咱们这些看过相对高科技的人，再看那个都在太空中做殖民地的动画时呢，才不会觉得他们民间科技怎么这么落后了。在鸡舍方面，制作组也能放开手脚，做出更华丽、更能让路人粉掏钱买胶的战斗画面了。这才是万代最终的目的啊，不是？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